佳宁做个选择吧，挑战谁？那我就选第一吧。我想选择看那个嘴型像胖子。胖着了，庞我想选择雨佳，可以吗？雨佳是吗？好的。瑜伽，雨佳，雨佳，这个有点意外了。这么求稳啊！选我啊！瑜伽都不了，没想很意外吗？很意外吗？意外啊！这分还选我？你们俩之前认识吗？不认识。那我们能听一听你选择瑜伽的理由吗？我觉得刚才雨佳走进来，我们俩对视了一下，觉得很有眼缘儿。没有，是因为是新朋友，然后所以想过多的，就是我们先提前的去了解一下，所以理性感性都没有用，主要靠眼缘吗？我现在对瑜伽有种感觉，我觉得这一轮他能爆发哎。哎，我觉得瑜伽爆发这个激发可以哎，可以。我有点期待了，真的。用一个踢馆选手把雨佳激发出来了。激发出来，我真觉得瑜伽有可能爆发。雨佳是第4、第5，所以他赢了的话是5分。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才分析那种，他对自己极度自信，我无所谓，我随机挑一个。他不在乎分数。确实，他只要成功一他只次，要成功一次，把他之前那种自信拿回来，他就猛了。他就猛了，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想，你不会有任何损失。经过这轮挑战之后，但是挑战之后失败不是会出局吗？不是没有这种说法，这轮是单，我们没有这个规则。这个只是让他是带着积分进来，还是0分进来的区别，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同时，你经历了一次考核，得到一次锻炼。对，好，考核的内容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4个内容来进行播报。第一个是新闻资讯稿件，第2个是娱乐资讯稿件，第3个是晚会主持词。这3份稿件，2位同学拿到的是一样的，是进入提字器的。第4个稿件是需要自己去进行撰写的。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主题，撰写自己的稿件，形成3分钟的文案，最后进行呈现。主题是张桂梅老师。那我们有45分钟的准备时间。好吧，我们现在开始，2位准备，其他同学回到工位上。佳宁到小会议室去准备。好的。雨佳在这里准备。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加油啊！是这样，很突然。很突然。瑜伽非常好，你需要这些挑战。他新闻能力很好，你别说，我说的对，你需要这些挑战。晨晨老师演我，真的，我现在就期待瑜伽有一次爆发。他挑了一个就是在分不高的里面最有实力的一个。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他对于这个雨佳之前在学校的成绩也是有一些耳闻，有了解吗？应该。但他刚才说他挑的原因是他不认识，是不是很多熟悉朋友他人不认识，但可能听过这名字？哦，不是把8个人的资料都给他了吗？有，所以成绩第1名在资料里。他也看得见。他就是想找中传的第1名，过招。你要想吃的话，你把那个信息发给我。没事没事，考核完再吃。加油，雨佳加油！你这是什么表情？你在舒适区，没问题。真的假的？你可别说这话。加油，加油，靠你了！加油！这个空间就是你的。别人不许进来。好，我来关。这么霸道，谢谢老师。哎，老师，不好意思，那个我想问一下，前3份稿件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拿到？马上会给你。马上给你。在那儿。你知道我很怕他是选我，你知道吗？我以为他会选我，对，他的能力太未知了，但他给人一种很强的幸福力，就你看他这个人，就觉得他能力很强。哇，他才大3。瑜伽，找回当时的状态来。Hello， 加油！好，我会努力。都努力，都努力。来，瑜伽，给加油！谢谢姐，好的，好好备战啊。OK。
哦，得稿件。哦，谢谢，谢谢老师。没事，叫我师姐就行了。我也是学播音的，对。需要什么帮助你跟我说。好的，谢谢。纸笔打印什么的。嗯，好。 45分钟，就是拼了。其实是第一次他考核的时候，感觉他可能就是稍微弱势一些的是他的那个现场连线的那个环节，但这一次好像也没有，就是完全是他自己准备的。我其实挺期待，而且这回也没有队友，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单纯的个人能力的一个比拼。你们现场这几个认识佳妮的孩子，你们了解他吗？他们在这里都不敢说话，说我们代表不了的。我一直觉得他非常优秀，真的，就是看他的节目，看他拍的东西，而且看他在大赛上的表现什么的，他确实非常的优秀，经验丰富。中汽协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声音真的很好，我得说，位置更沉，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佳宁的声音一出来，我感觉我家电视机打开了。标准新闻播报。哦，他倒没有选他熟悉的人。我们所有人猜的都是唐正。啊，对。 但我其实猜到他会选雨佳，我觉得他们俩有点像，给人的感觉，就看他们俩了。按照雨佳的性格，应该会很兴奋吧？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次挑战没有任何分可输，这不是又是一次展现的机会？我觉得雨佳是战斗力，雨佳是很有斗志的人，就看他能不能稳了，就怕他一急。那是我们的看法嘛，对吧？那雨佳自己应该是充满斗志，应该很想要去挑战一下，想要赢。 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本市市场低谷运行的窘境。吴彦祖、谢霆锋，不对，感觉不对，状态调过来，稍微有一点点哑。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娱乐资讯。第43届香港金像，有点快。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本地市场低谷运行的窘境。新人演员凭借新片，你看，声音的位置更沉。新人演员凭借新片树立票房号召力的机制摇摇欲坠。今晚在这个中秋奇遇夜，我们和上海的赏月新地标相遇，同样，我们也在和自己心中的思念相哇，好听，俩人的合唱。 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本地市场和那些如诗如画的瞬间相遇，和那些如梦似幻。拿根。好了，可以开始考核了。好。打。助教带他们到楼上吧。哦，好。起来 ，fight！ 打！走吧，走。他俩抽签吧。抽签。现在就抽吗？抽了签之后，然后他俩那个站到相应的位置上。 我跟你俩混混，你紧张了是吧？不是，我怎么那么紧张呢？抽吧，你俩。美女先来。不，一块来。没事，咱们就拿就近的吧。行，可以。好，谢谢。我是第2个。好，我先来。那我就不打开了，还给我们俩吧。好的。佳宁先来，雨佳看一看，观察。然后，来，其实你们2个人就是1人1个机位，然后1人1个机位。对，有2个地标，看到没？然后你们就先站好2个地标，对，是这儿和这儿，对，有一个黑色地标。哦，2个人同时吗？好，然后再稍微重复一下我们的规则，2个人是，比如说第1项新闻播报，1号播完之后2号紧接着播，然后第2项1号说完之后2号紧接着说，是这样来的，不是一个人把自己的4项内容说完。好的，哦，明白了。好。 然后提词器可能还是需要你们自己操作的，哦。啊，一个说完，另外一个紧接着说，没有后场，1个人1个机位。
自己控题词。我的天！其实我觉得能参加主持人大赛，央视主持人大赛还挺有勇气的。就其实年轻点还好，你不觉得有什么包袱？对，像何清那时候是不是也去参加了？何清参加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挺有勇气的。这个让他走，比你的正常语速稍微快一点点是对的。然后比如说快一点点嘛，你就可以按暂停，然后接着往下走，然后再按暂停。我觉得刘嘉宁有一种远超于他年龄的成熟。对，我觉得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系，和他参加那么多比赛是绝对有关系的。对，还有长相也有点关系。准备好了吗？好，5、4、3、2、1，开始。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透视。中汽协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延续良好态势，多项经济指标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具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超过1500万辆，同比均实现了10%以上较高增长。哎，这个刘嘉宁大3这样的舞台站上去，说来就来啊！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接近7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了4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45%。今年以来，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下，内需市场明显改善，对汽车整体增长起到重要支撑作用。1到6月，汽车国内销量近1260万辆，同比增长近12%。与此同时，汽车出口继续保持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75%左右。他这个身体端得很稳哦。是的，大部分时候这种类型的新闻是坐播比较多，站的时候有的时候身体会有小幅的摇晃啊。好多大青衣山东挺多。我觉得刘嘉宁很好，就意料之中的好，面部表情管理，然后语气点送，都是很到位、很职业的，比他的这个实际的年龄，我感觉要成熟很多。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是一个女中音，就他说话，他真的能沉下来，会有一种安心感。一般我们说，如果是综艺节目，就青衣大青衣的标准，其实很多都是要选女中音，就声音往下沉的那种。来了，哇！观众朋友您好，首先我们来看一条新闻资讯。中汽协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延续良好态势，多项经济指标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2种风格，挺好的，挺好的。他的风格保持了，更青春，更积极。具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超过1500万辆，同比均实现了10%以上的较高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接近7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了4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45%。其实李雨佳播报是很强的，对他的状态好，明显状态是起来了。我觉得更喜欢瑜伽的。今年以来，在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显效带动下，内需市场明显改善，对汽车整体的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1到6月，汽车国内销量近1260万辆，同比增长近12%。与此同时，汽车出口持续保持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增长75%左右。我觉得这一次李雨佳的表现是比他前几个课题都要好很多的，就是他们风格把握得很准确。他对稿子是理解的，所以才能把重音打得对。但他其实，在第一个课题当中的播报，我觉得播报分他也是最好的。对，是的，播报对也是可以的，也是最好的。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最好的。哎，好清晰，怎么了？我好紧张，我前面都没那么紧张过。各位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娱乐新天地。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九龙城寨之围城勇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动作设计等9项大奖，风头无量。风格要变，风格要变。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九龙城寨之围城》勇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动作设计等9项大奖，可以说是风头无两。香港电影在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本地市场低谷运行的窘境。新人演员凭借新片树立票房号召力的机制摇摇欲坠，由此形成前辈明星持续独当一面的固化模式。时至今日，吴彦祖、谢霆锋等曾经的新人类，现已人到中年。他们主演的电影尚且不多，00后新一代的新人演员更难有机会独挑大梁。今晚，在这个中秋奇遇夜，我们和上海的赏月新地标相遇，和那些如诗如画的瞬间相遇，和那些如梦似幻的光影艺术相遇。这一轮好稳，好稳。那同样，我们也在和自己心中那份思念相遇，和那份对团圆的期盼和渴望相遇。其实啊，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相遇的过程。但是相遇过后，我们更要懂得珍惜。今晚的这轮中秋圆月将珍藏在每个人的心中，而这份幸福感也将永伴你我。我们同样心怀渴望，歌唱同样的祝愿：愿山河长久，国泰民安，愿幸福安宁，皆得所愿。很有晚会的结束感，大晚会的结束感。其实总体来看，他们这2轮的稿件处理是各有千秋的，就看他们最后一轮人物讲述的发挥了。旗鼓相当啊，这是针锋相对，风格不一样。一个是女中女低的那个音域宽厚，那一个是女中女高的音域明亮。这么说，第4轮要决胜负了，人物讲述。人物讲述要带一点体验感，要带观点了。所以这是他自己写的，自己写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他不是干部，但省委书记来了都要给他让座。他无儿无女，但孩子们见了都要喊他一声妈妈。他是谁？他获得了2021年感动中国人物7·1勋章。为什么他能获得如此的荣誉和荣光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走进她的故事。她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她就是来自云南华坪女高的校长张桂梅。或许是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一把伞。她和丈夫在大理的一所中学开始了教书。然而好景不长，丈夫因病去世。在丈夫去世的1年之后，她又被查出了患有子宫肌瘤。手术结束后，张桂梅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她想到这些天老乡们对她的照顾，她告诉自己，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2008年，华坪女高成立，这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免费高中，专门为了贫困家庭里的女孩们来上学。13年来，2000多名女孩走进了学校，也走出了大山。正如华坪女高的誓词所言：“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我是雨佳。首先，我想要给大家分享几个数字。另一种风格了。63岁，20多种疾病，40余年，1804张录取通知书。这个更抓人。这开场好。这是张桂梅老师的简介。相信张老师的故事大家已经非常的耳熟能详了。在云南华坪的大山深处，一所很特别的女子高中，
在过去15年送出了数千名的女学生。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张桂梅这个名字的背后，藏着一个未曾写就的玫瑰。在1957年，黑龙江一个开满着野玫瑰的小村庄，它叫赤眉火龙。在这个地方，一位父亲望着漫山遍野灼灼开放的野玫瑰，满怀希望地为他的女儿起了名字，叫张玫瑰。在户口登记的那天，当时的登记人员踌躇了很久，却在那个上面写上了自己更熟悉的2个字：张桂梅。而这只未能绽放的玫瑰，却被命运又带到了千里之外的贫瘠的山村。在这里，他看到的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在这里，14岁的女孩被父亲明码标价，等待出嫁。本该握笔的手，却因为去挖野菜而皲裂，破败不堪。为了追回辍学的女孩，她翻山越岭，摔入泥沟，她的食指到现在还缠着胶布。为了让女孩们有书读，她四处奔走，饱尝白眼。玫瑰的灿烂陷入了泥土的最深处。它是真实的人物故事，立得很有血有肉。对，你说的特别对，就他是一个讲述者。去年冬天，有几个毕业的学生回来看他，他们簇拥着张老师走过操场，有的人创业了，有的人成家了，也有人选择回到山村成为一名教师。那一束束倔强的野玫瑰，在冻土里又抽出了新的嫩芽。这些看似在风中摇曳的小花，让我们明白，那只当年户口簿上没能写就的玫瑰，并没有消失。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2000多个被点亮的生命里，给我们共同营造了一场最美好的春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我是雨佳，下期再见。它有人物，有情境，然后有故事，有脉络往前推进。这段词儿的质量远远好过这段词儿。是的，实力，雨佳，看功底。佳宁在形式上已经无可挑剔，但是雨佳在内容上更胜一筹。谢谢老师，谢谢。好，不错，你们俩可以吃点东西了，休息一下。好的，谢谢。走。师姐，你吃饭了吗？我们吃了，给你们带了。你知道我2个小时前点好了海南鸡饭，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吃上。对不起，姐。没事，不是怪你的意思啊，就是咱们就是说非常惊喜，一次特别的体验。这块他没人对吧？没人。哇哦，谢谢。有凳子吗？多余的。哇哦，欢迎新同学。好，哎，都是熟人耶。嗨，姐，我们也是去年暑假见的吧？去年？哎，前年。去年。你俩是什么机会？新华社的那个活动，对。哎，所以说你跟大家其实都是认识的。我好像认识4个，我认识一半。就是还有程朗，因为这个圈子就是蛮小。是吧？我浪子。谢谢程朗，谢谢。好，你们忙吧。我觉得那个最后赢不赢不重要，雨佳被激活了，真的替雨佳心里松了一大口气。紧张吗？还可以，结束了就还好。校对结果。紧张吗？没有，咱第一次紧张，他肯定比我紧张。他第一次到那个演播室，第一次用那个提词器。哦，你在楼上那个演播室。对啊，所以肯定他会比我更紧张一点。而且我俩抽签，他抽的是152，准备时间就。好，各位同学，还有代教老师、助教，我们一起到大会议室。还没吃饭又被叫走了，这一顿饭真是一个海南鸡饭。雨佳，我这口饭到底能不能吃得上？还有代教老师、助教，怎么样？感觉
雷派表现好，没事没事，刚开始。好，大家都到齐了。那刚刚佳宁和雨佳进行了考核，我们3位老师经过了非常认真的评议，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雨佳胜出。佳宁和雨佳这轮特别考核胜出的是雨佳，雨佳该要一个大大的微笑了。雨佳 ，yes， yeah， 笑出来吧，雨佳。谢谢老师。手累成功。手累成功。我觉得这一次李雨佳的表现是比她前几个课题都要好很多的，就是她每一个播报不同的节目风格把握得很准确。我觉得他交流感和目标感更强一些。我觉得他眼睛里他有对象。我在看着一个人说话，我在看着一些观众在说话。不错。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佳宁是带0分，进入我们接下来的实习。哎，所以就不用淘汰了，对吗？不是不用淘汰，只是佳宁以0分来进入到我们下一轮整体的。那就是说后3名还是会有可能。现在变成4个0分了。然后经过接下来这一轮的课题发布，再来看。没分啊，老师。你没有分。我以为我有分。雨佳还想要2分。你只是作为守卫者，对，守擂成功，守擂，好的，辛苦了姐。哇，他真的挑了这所有里面新闻播报这4轮最强的，我觉得是，这是不是？是他挑了最强的一个，我的妈！那佳宁其实这样的话，他就同一起点，大家对他的期待，所有的东西要求标准都会放在了同一起跑线，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没错，没错。那下面我们就发布课题4。